我想一下，我写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祝你牛逼吧 ！Hello， 你们好，我是小卢，欢迎来到我新一期视频。然后现在在我旁边的叫刘梦毅。然后刘梦毅呢是一位国家最顶尖的一个健体运动员。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梦毅，今天很有幸跟这个小罗一块儿训练。然后具体训练什么部位呢？然后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在之前我给你保证，这期训练视频跟以往训练视频都不一样。在我看来是刘梦毅大哥最擅长的一个肌肉群。还行，凑合吧。我先不透露，然后一会儿给你看一下，然后我们直接训练曲线。I told her ass to stay tonight. I ain't have to say it twice. Ooh, that body on her mean. It's so hard to stay polite. If she ever try to leave. 现在到了训练区，在公布之前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部位它会收缩很明显。你猜一下我们练哪里？猜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练手臂，然后毅哥的手臂非常夸张的32。我的手臂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之处，就是我的直臂和曲臂差不多粗，所以今天呢，给你们带来的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手臂训练，然后由毅哥来带我。在之前呢，我们要先量一下我们的目前的臂围，我们分直臂和曲臂，然后这是充血前，先量一下，然后看一看到时候充血完了以后，这个手臂的臂围的差别有多大。一会儿量这20。38啊，38，没事，练小点。关闭。哦，干什么 ？What the fuck！ 我靠，455， 15.4这样子。15.4号。太大了，这都太大了，所以都弯起来没有太大变化是对的。我靠，43，直臂43。我跟你说，什么叫直臂跟曲臂一样粗？43.5，没毛病。不，这种就是天生的适合打健体，因为健体不需要收缩，就靠直臂。把我们的数据放在我的屏幕的这边，就是上面是毅哥的，下面是我的直臂和曲臂。这套训练大约该多久？看感觉吧。我一般训练我不会有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观念，我要感觉我的肌肉练透了。你们知道我一般很少去练手臂，上一次练手臂可能是2个月之前单独练手臂，跟龙哥一起训练。然后今天呢，我又跟一个手臂怪物一起训练。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OK， 第一个咱们就做站姿弯举吧。我一般手臂训练是2头3头一起。可以，一组2头，一组3头。然后咱们先以大重量开始，然后一会儿再做一些固力的训练。先以大重量开始。好，咱们做一个举个。OK， 咱们就做递增，从小到大，然后一会儿做递减。我一般热身就是活动一下关节，搓，我不会去大重量的去做弯，各种什么我从来不做。先搓，我就是把关节搓热了就完了。行，我也搓。然后像肩就做环绕，前后环绕就完了。因为等一下咱们要有肩屈的动作，因为要练3头嘛，把连带的一些关节活动一下就可以了。特别像咱们小时候的广播体操。第3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咱们先从2头开始，好，然后2头3头一起。前面真的有点酸。OK， 直接3头。I told her ass to stay tonight. I ain't have to say it twice. Ooh, that body on her mean. It's so hard to stay polite. If she ever try to leave, best believe I make it right. Spent so much cash on that ass. Boy, I had to make it twice. It ain't nothing to a G. Boy, I'm cold as coke and be. Skirt my whip all through the valley. Man, I'm vicious in the. 一般我做2头弯举，我会身子微微往前倾一点，个人行为。可以增大它的抗阻，然后开始下一步。I don't wanna ride around with someone if it ain't you. Girl, your body's sacred, don't you let them niggas taint you. Safe to say that they just ain't my type no more. I don't wanna have to say it twice no more. I don't wanna I don't wanna spend my time with people that ain't
I don't wanna spend my time with people. 先20，再16，再12，再做10个。我一般训练的时候就是先针对二头整个二头的肌肤，不管是长头还是这个短头，然后就会根据自己的身上的问题、手臂的问题，比如说我外侧动作，现在我就会开始做第3个动作，然后去刻意的迷住我的外侧头。然后二头的时候，现在要开始把攻击带进去。等这个动作再做完，然后看一下手臂的感觉是哪一块弱，是比如三头的长头弱，或者是他外侧头弱，或者是二头的长头弱，还是这个短头弱，然后去再加动作再去改。对，我的训练计划随时都在改变，每一次训练是跟着充血的感觉在做调整。对，学到了。咱们就从20开始，然后一会儿递增重量，递减次数，好，加重量。我跟着你行，20、16。我一般是4个减，你也可以选择2个，看你个人的选择的区间。你如果觉得太重了 ，OK， 减多一点，减5个或者6个都可以。没问题。
交替呢，咱们是单手交替，交替是在形成的小臂呈直呈90度到地面水平的位置交替，不是做完一边交替。你要保证你的二头持续的在处于这个做功发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停留在。就上次上去以后，1、2、1 ，yes， 对。然后一只手咱们做10次，然后是20个除以2，一边手10次。做完之后再做10次双手，加强一下咱们的攻击。对，咱们先做这个吧。做完了，然后看3头，咱们是做单臂或者双臂。OK， 好，抓手。可以，这个服务可以，2分。上次我跟那个石金山练的时候，他帮我戴帽子，我推的时候把帽子歪了，他帮我扶正。再做一个动作，做一个差不多了。咱们做一个绳索的吧。现在是第5个超级锁臂，就是第9和10个动作。就绳索2头弯，还有往耳朵后边弯。咱们更多是在这个内侧短头，对，然后小臂往外旋，小臂旋完，然后往耳朵，3头直接向后伸，固定大臂伸小臂就可以了。好，固定大臂伸小臂。如果你想针对你的，我觉得你应该练练长头，你外侧的已经很大，你直接就反握就好了。反握，这个就很舒服。这个我应该能抓住。反握，这个抓着就很舒服。然后微微俯身，让它的抗阻更大。直接向后伸就可以了。OK， 我一般做我是正握，因为我外侧。一定要有去大臂的动作。咱们再一人做一个动作，补一下，固定大臂，大臂不要动，固定住。对，小臂你始终要感觉它的骨向斜上方走，不能向下走，向上斜上。我能感觉到。对，回去的时候手肘的角度小于90，在做伸的动作。我是觉得你那一块鼓起来了之后，你的手臂和肩的衔接会更上一个档次，水平会更高一个档次。这一块，它会调轻点，之前做很重，之前做。我是跟你就完全是2个概念，因为我这块太细了。下午跟华哥聊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属于这个肌腱纹先天的走向，肌肉内型就是一长条。你看我的手臂1叉腰，我只能说让我的外侧头跟攻击2头分离度特别好。对，很难达得到抛出来，
除非我真的外侧头特别厚，就太难了。所以猛练，我这样伸直看着还好，上边其实还 OK。你看我上边这样看还好，但是一旦叉腰就不行，一旦叉腰就弱了很多。汉堡凉逼围了，早知道刚才应该凉了，二头都凉了。只练，等下我量你左手，不要激动。等下你练左手，我量你左手。你要练这一次，我就量另一只。我跟你讲，快点快点，来，这边也在。你先来，快点。来吧，直臂是不是？41.5，干什么？你大了3公分啊！曲臂更夸张。别动别动 OK， 在这里哈。48.5。但是我直臂器啊，我直臂充血都没你不充血的大，你不充血直臂43，我可能充血以后也43，绝对现在应该得45。没有，我记得我好像最多的时候也是44.5吧。记忆力真的不错，4.5，一毛一样，0.1都不差。不是你举这么高干什么？快收肩了，快47啊，涨3.5。终于结束了今天的训练，然后非常感谢一哥带我手臂增粗了3.5厘米，然后非常感激他，然后他也带给我了一个全新的一套手臂训练，我相信正在观看视频的你，对你来说也有帮助。然后今天训练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做了多少个10个动作，大约做了10个动作，对就是10次动作都是5组超级组，对，超级组反复做，对，反复做，然后他喜欢2头3头一起做，然后这样子确实让我的手臂粗了不少。所以之后呢，对于很多小伙伴说自己手臂为什么一直不长，然后一直没有这种突破瓶颈期的感觉，那么可以尝试这套训练。希望你喜欢这套训练，然后喜欢我们的一哥，然后可以关注他。我的微博是刘梦毅2016。大家，然后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在这边说喜欢，然后之后我会邀请一哥给我拍更多的训练视频，然后绝对有超多值得你期待的训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